赵丽颖金鹰奖后台带王一博，放弃千万片酬，他凭什么改写内娱规则？娱乐圈很多人红是红了，可你真要问一句，到底代表啥价值观？立马哑火。而赵丽颖这2年有点意思，热搜挂满天不稀奇，稀奇在她把顶流活成了一个打工人逆袭范本。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华语娱乐频道。先把时间拎一拎，6月9号这天挺玄学的。一边是国际高奢官宣他当亚太区前线代言人，海报铺天盖地往外刷；一边是金鹰奖后台那个小视频被人挖出来，赵丽颖和王一博同框，俩人那种松弛又干净的相处气质，直接把一堆人给看愣了。说实话，高奢品牌现在选人挑得特狠，谁带货力强，路人谈好，舆论风险小，品牌那边比谁都精。赵丽颖能拿到亚太前线代言，这在业内已经不是涨咖位这么简单，而是实打实把它商业价值盖个章，稳定，能打，没雷点。你看啊，国内这几年艺人塌房一个接一个，高奢都学精了，宁可短期不找流量，也不愿意踩雷。他这种这几年风平稳，作品稳定输出，私生活不乱飞的，在公关眼里就是宝贝疙瘩。官宣那天热搜挂一串，但你仔细看评论区，基本都是在夸状态好，气质稳，脸有故事，而不是在吵架，这就很说明问题呗。我觉得吧，更有意思的是金鹰奖后台那段小视频，赵丽颖站在那儿挺随意的，妆容也不算攻击性那种，一看就是知道自己该干嘛，在什么位置的人。王一博在旁边有点拘谨，说话也不多，他就很自然地把他往前带，给前辈打招呼，帮着搭话，没有多余的小动作，也没有刻意营业的眼神。这种场面我在线下见过类似的。以前去采访某届金鹰奖，有的小花一遇到镜头就开始端着，生怕自己镜头少，恨不得把搭档挤到边角去。而赵丽颖这回这个状态，就是咱都熟人，别紧张，我带着你，就是那种胡同里大姐带着小弟跟长辈打招呼的感觉，特顺眼。而网友为啥夸他们零捆绑？就是你回头看有翡之后这6年，俩人没靠组 CP 挣流量，也没在综艺上刻意消费这个搭档关系，商业活动互不打扰，宣传期之外几乎不见一起炒作。对于现在全员磕 CP 的环境来说，这种各忙各的，私底下关系不错，但不拿你当工具人的搭档模式，简直就是异类。我就纳闷了，怎么以前这么简单的职业边界，现在变成稀有物种了？圈里有些人，一部戏播完能炒3年，微博、综艺、商务全绑一起，粉丝打生打死，艺人默默数钱。你说这个模式爽不爽？短期挺爽的，可问题是，一旦有一方翻车，另一方跟着陪葬，品牌跟着踩坑，观众看着也累。而赵丽颖这一套，其实是在给行业做个示范，合作是合作，角色是角色，现实里大家就是同事，关系好也不用拿观众当情感提款机。这种清醒，说白了，就是他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职业本能。说到摸爬滚打的寥寥与凤航，这剧他是主演兼监制，你要知道，监制这俩字在国产剧里经常被当成花瓶头衔，但在他身上，业内好几家媒体都提到，他是真的在盯制作。央视新闻、中国青年报这些正规媒体对他从小角色熬出来的打工人心态写过不少，人设不是凭空捏的。与凤航预约量过500万，这数字在当下大盘里是挺能打的，尤其在仙侠审美已经被吐槽到天上的情况下。观众这次说的最多的是俩词：有质感，女主顺眼。仙侠这几年烂剧太多，滤镜开到飞起，台词矫情，剧情一塌糊涂，观众都看麻了。而与凤航好歹让人觉得这剧组没把观众当傻子，
服化倒有点用心，女主表演不装神弄鬼，不端着仙女范儿。我个人挺在意她这几年选戏的路数。离婚后那段时间，不少人都说她要走女强人路线，要转型大女主。结果她选了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现实题材，奋斗女性，带点社会议题的那种，不再靠傻白甜讨巧，这在流量女星里不多见。你想啊，这类戏对路人缘有用，对粉丝课堂没用，胆子小的压根不敢选。而今年要上的澎湖海战是另外一个维度。这个项目是央视出品的重磅战争大片，有关黄海、黄河这些关键词的历史题材本来就不太讨喜，一没甜宠滤镜，二没磕 CP 空间，观众看的是家国叙事，演员扛的是专业评价。央视电影频道、人民日报海外版之前都报道过，这片子为了还原海战场面和时代质感，制作期拉得挺长，还请了大量军事、历史顾问。赵丽颖演的是黄河娘这样的角色，为了骑马戏，她提前几个月跑马场练到什么程度？有知情人士跟我说，她为了一个奔马镜头反复摔，剧组劝她用替身，她自己坚持上，觉得镜头里观众能看出来那种怯场。更狠的是她在片酬模式上的选择。按圈内常规，她这种咖位接主旋律大片，拿个千万级固定片酬一点不夸张，既稳定又安全。而媒体报道她这回是放弃了那种稳妥打工钱，改签票房分红模式。说白了，就是跟项目站在一条船上，票房好，大家一起多赚；票房一般，她也跟着一起扛。你说巧不巧？国内演员这几年最被诟病的事，就是戏还没拍，就先结清钱，拍得好不好另说，风险全在投资方身上。他现在这种玩法，更像一种创业合伙人思维，而不是上班打卡领工资。这种格局，不是嘴上说我重视作品那种空话，是往合同里写的。我觉得吧，他这条路走到今天，跟他前妻受的苦有直接关系。早些年跑剧组的时候，他就是典型小圆脸、非科班、没背景的那波人，演啥？演丫鬟、村姑、打酱油的邻居。你要放在现在，很多新人受不了这节奏，拍3年还没火，早就改行做博主带货了。而他愣是靠着一个一个边角小角色熬出头，新还珠、陆贞传奇、花千骨一路堆上来。这也解释了他为啥在舆论场上这么冷静。这些年乱七八糟的留言他没少挨，但你回看他的应对方式，不拉长篇小作文兑现，不把粉丝推上火线，出了问题直接找律师。北京互联网法院、各地法院判的好几起关于他的名誉权案，裁判文书网上都能查到。他属于法律维权里的高频用户，还是那种赢了就公示判决书的类型。说到底，他这是在给整个行业树个规矩，造谣不是流量游戏，是要付法律代价的。很多明星嘴上说要维权，动静闹半天，落在实际操作上就拖泥带水，最后以粉丝撕逼收场。他干脆不废话，你敢造我敢告，从网络到纸面，一条线走到底。这种做派，说实话挺爷们儿。而日常传递的那点鸡汤，我之前也挺警惕的。现在圈里最不缺的就是端着说教的人，动不动女性要独立坚持就是胜利，结果自己私下里糊得一塌糊涂。但赵丽颖给高考生打气那段被不少媒体转发，台词不高大上，就是拿自己角色说事。你要相信普通出身不等于普通人生，你可以慢一点，但别停。这话听着俗，可你对照他履历，突然就不那么鸡汤了。出身农村，学历不占优势，起点不高，婚姻公开又收场不顺利，这每一个标签拿在别人身上都能被黑得狗血淋头。而他现在凭啥还能稳坐顶流？就是死磕作品和人品这俩东西，商业上不乱来，
感情上不表演，职业上不偷懒。话说回来，内娱这几年整体环境挺迷的，一边是资本狂砸流量，另一边是观众审美越来越泼辣。你稍微不长进，就会被挂在热搜上当反面教材。赵丽颖这种从底层翻上来的类型，本能会比含着金汤匙进圈的人更敏感，知道什么东西是不能动的底线，什么东西是可以妥协的业务。有人问过我，现在还能不能把她当励志模板？我说可以，但别神话。她也是商业玩家，是顶头流量，是会看剧本、看平台、看团队的成熟艺人，不是那种只会忍辱负重的小白花。而正是因为她不装清纯，不装无知，反倒让她这份逆袭故事更靠谱。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把顶流这仨字拆开重写了一遍。流是作品带来的讨论度，不是买来的热搜；顶是你能扛住商业和口碑双考验，而不是粉丝人数。而那个人得先把人做好，才能谈艺人。这个标准挺苛刻的，但谁让观众越来越不好糊弄呢？说到底，大家喜欢看赵丽颖，不是因为她完美，而是因为她够清醒，够硬核，还挺真。她知道自己代表啥，也知道自己不能干啥，这在一个充满短平快爽文的娱乐圈里，反而成了最稀缺的长线逻辑。至于以后她还能火多久，咱就看她能不能继续这么拎得清，别走偏路。要真哪天翻车了，我第一个上号写，嗨，劲儿用大了也不行。